安妞，我係 Mira， 今日我係想同大家講下去韓國旅行嘅時候應該着啲咩衫。咁講下韓國嘅天氣先啦，其實我係好中意韓國嘅天氣嘅，因為我覺得春夏秋冬四季非常之分明，同埋相對上嚟講夏天呢係比較短嘅。咁對於我哋呢啲非常之唔中意流行嘅人嚟講呢，簡直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。然後對比香港冇咁焗，冇咁濕，比較乾爽，我覺得空氣咧都係比香港好嘅，因為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塊面係好容易痕啊敏感，但我喺韓國嘅時候基本上塊面咧都好少痕啊敏感呢個情況，所以我覺得對我嚟講啦，韓國嘅空氣係比香港好嘅。好，咁而家我就講下喺唔同嘅季節咧應該着啲咩衫。首先春天，韓國嘅春天就喺3月至5月。其實我覺得3月中、3月尾嘅時候都仲係凍，因為我今年嚟韓國嘅時候呢，就正係3月中嚟嘅，我覺得好凍好凍好凍。咁我嗰陣仲係着緊好厚嘅褸嘅，我就覺得3月尾唔算係春天咯。不過講真，我覺得應該每一年都唔同啦，所以我就覺得好難講定話一定係3月中或者3月尾就係春天。我覺得係唔可以咁講嘅，要睇翻每一年嘅情況而定嘅。咁喺3月中、3月尾嘅時候呢，我仲係着緊好厚嘅冬天褸啦，然之後裏面呢要着冷衫或者係一啲樽領，我先覺得夠暖嘅。不過呢，喺樽領嘅裏面呢，就唔使着多件底衫之類噶啦，直接就係內衣啦，所以就係一件厚少少嘅衫再加一件冬天褸呢，咁就足夠噶啦。但係可能朝早同夜晚嘅時候呢，都會比較凍嘅，所以呢，如果怕凍嘅話，加多條頸巾就夠啦。然後4月初就真係開始感覺到春天要嚟啦。我同樣係着緊冬天嘅外套，但我裏面呢，就係着啲好薄嘅衫，譬如係恤衫啊，或者係 Uniqlo 嗰啲長袖衫都 OK 嘅。然之後下身，因為其實我係中意着裙多過着褲啦，但係因為着裙始終我覺得會凍咯，所以我就會加肉色嘅絲襪。咁喺韓國呢，基本上所有人都係着肉色嘅絲襪噶，黑色都有嘅，但係比例上肉色比較多。然後5月初嘅時候，其實唔使再着嗰個冬天嘅外套啦，可以轉着 cardigan 啦，或者係一啲擋風嘅外套。然後5月中、5月尾呢，其實真係開始越嚟越熱噶啦，咁就基本上呢，就可以慢慢開始脫去你嘅外套啦，換短袖衫咯。然後就到夏天啦，韓國嘅夏天就係6月至到9月，但我覺得有時唔一定係9月啦，有時可能係10月嘅，因為前2年10月中嘅時候咧，都係非常之熱，仲係要着短袖衫嘅。但係今年咧，而家9月尾啫，我已經覺得朝早同夜晚係好涼啦，係一定要着外套嗰隻感覺。着短袖衫係一定會唔夠暖。然後韓國嘅夏天其實整體嚟講係冇香港咁熱，香港係好焗。喺香港嘅時候係你一旦企出咗室外，你唔使喐，你啲汗都會自動飆出嚟，跟住又好翳焗啊，好黐立立啊，基本上呢係唔想喺室外度逗留噶嘛，係好想一直留喺啲冷氣地方。喺香港嗰隻熱，我覺得係好頂唔順嘅熱，但係喺韓國呢隻熱呢係唔會令你覺得非常之唔舒服嘅。但係濟州島例外啊，濟州島嘅熱呢係同香港一樣嘅，而且佢嘅太陽係比香港嘅太陽猛好多，所以如果去濟州島嘅話呢，係一定要做足防曬嘅準備。仲有一樣嘢係比香港嘅夏天好，就係唔算太多雨落。今個夏天其實落雨嘅次數都唔係太多，而且好多時都係落一陣就會停啦。但係香港嘅話就會狂打風啊、行雷閃電啊，跟住可能連續落幾日雨啊，跟住天又勁黑啊，跟住心情會勁煩躁噶嘛。咁喺韓國比較起嚟啦，係真係少好多咯。咁喺韓國夏天嘅衣着係點呢？就係短袖啦。不過喺香港嘅話，你出入冷氣地方嘅時候呢，室內商場嗰啲一定會超級大冷氣，超凍噶嘛。有時驚凍可能需要帶件外套仔，但喺韓國呢係唔會有呢個問題嘅，因為佢哋冷氣嘅溫度呢係永世唔會校到好低嘅，所以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唔小心冷親病。跟住就到韓國嘅秋天啦，秋天呢就係9月至到11月。我真係好中意韓國嘅秋天，應該咁講，因為喺香港嘅時候係基本上冇乜機會感受到秋天嘛，通常咧就係夏天，然之後一跳跳去冬天個感覺噶嘛。但喺韓國秋天有成2個月啦，而且真係個氣溫係非常之舒適，你會覺得有微微嘅風吹過嚟，但係又唔需要着好厚嘅衫咧，係覺得好適合去旅行啊，好適合去郊遊。所以我覺得嚟韓國玩嘅話咧，秋天係一個好好嘅季節。然後應該着啲咩衫呢？
其實同春天差唔多。韓國嘅秋天風係比較大嘅，所以咧揀啲比較擋風嘅衫會啱啲咯。所以就係點解韓國好多呢一種嘅外套呢？因為呢一種嘅外套就係比較擋風，但係佢係薄身嘅，所以你裡面係可以着啲好薄嘅衫啦，然之後褸一件呢個外套呢，就可以出得街噶啦。10月份嘅時候，10月初同埋10月中啦，都可以着呢啲外套啦，然之後裡面可能着短袖或者背心都 OK 嘅。咁但係10月尾開始呢，就會即係越嚟越凍，咁裡面就可能要轉長袖衫啦，然之後你個外套呢，就唔可以真係淨係擋風啦，需要有翻少少厚度啦。跟住到11月嘅時候呢，就越嚟越凍啦。我覺得韓國嘅11月呢，係好似香港嘅冬天，香港嘅12月1月左右咯。咁大家如果11月嚟韓國玩嘅時候呢，就諗翻你喺香港12、1月嘅時候着啲咩衫，你就着翻嗰啲衫嚟就得啦。由11月尾開始就越嚟越凍，越嚟越凍，越嚟越凍啦。跟住12月份呢，就正式踏入韓國嘅冬天啦。冬天係我最愛嘅季節，然之後韓國嘅冬天呢係由12月至到3月嘅。韓國嘅冬天係會落雪噶嘛？咁咧幾時會落雪呢？之前基本上12月頭啊，有時可能11月尾，如果佢忽然間凍嘅話咧，有機會見到初雪嘅。係咯，其實11月尾都開始好凍啦。其實我係唔怕凍嘅人嚟嘅，但係我好驚因為凍而搞到自己病，所以咧我就會着好多衫。咁我喺12月頭嘅時候呢，因為落雪關係啦，冷帽啊、頸巾啊、手襪啊，我都係一定會帶嘅。外套方面，其實我自己呢就唔太中意着羽絨嘅，因為我覺得好臃腫啦，睇落去冇咁好睇啦。然後我覺得擋風嘅外套好重要，因為韓國嘅冬天風其實都幾大下，所以件褸如果係可以比較擋風呢，就會比較好啲。我覺得喺韓國冬天嘅時候呢，你着衫你一定要係一件厚嘅褸，然之後你裡面啲衫一定要薄。咁如果你裡面啲衫係好厚嘅話，就算你喺室內除咗件外套，你都係會覺得好熱。所以我自己嘅習慣呢，我係點樣着嘅呢？喺韓國嘅冬天，我着一件厚嘅褸啦，咁我裡面就係着冷衫啦，冷衫嘅裡面仲有一件 heattech 保暖嘅衫，然之後就冇啦。但係我一定會帶頸巾、冷帽同埋手襪。我覺得冇咗呢3樣嘢咧係差好遠嘅。冷帽嘅話，我覺得如果落雪嘅話，可以幫你擋住啲雪啦。頸巾我就覺得因為如果頸暖咧，你就成個身會暖嘅啦，所以一定會用一條好厚、好厚、好大嘅頸巾去包住自己。然之後手襪，我覺得如果唔用手襪嘅話咧，手係會凍傷，因為你喺街度可能有時拎嘢啊、買嘢啊，跟住俾錢啊、撳電話，好多時你隻手都會攞出嚟。所以我覺得如果唔戴手襪嘅話，佢會搞到你個人好凍。下身係點呢？我咪講過我中意着裙多過着褲嘅，咁我就會着裙啦。裙嘅裏面呢，就一定要着一條 leggings， 係好厚好厚，裏面有毛毛嗰隻嘅。着普通一般嗰隻 leggings 係絕對唔夠暖嘅。一般嘅絲襪呢，喺韓國嘅冬天係完全起唔到保暖作用嘅，啲風只會直接穿過你嘅絲襪，所以我覺得呢係需要一條好厚好多毛毛保暖嘅 leggings。咁喺邊度有得賣呢？其實我見到好多賣內衣嘅地方都有得賣嘅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揾下。然後鞋我就會着毛毛 boot，襪我就會着比較厚嘅襪，我就唔會着船襪啊，唔會着夏天嗰啲襪嘅。我中意着啲長度差唔多去到小腿嗰個位，因為我係着短嗰隻毛毛 boot 啦。咁如果着嗰種襪嘅話呢，就可以見到少少嗰隻襪。咁我好中意咁樣着嘅，係啦，基本上成個冬天都係咁樣着咯。12月開始就睇下每一年唔同啦，有時可能12月頭就會有初雪，12月尾就開始會零下噶啦，然之後最凍嘅時候就係1月。1月咧係韓國最凍嘅月份，基本上每一日都係零下10度左右咯，唔太想出街啊，就係想留喺啲室內暖暖嘅地方。2月份都係凍嘅，但係就冇1月咁凍啦，咁就氣溫開始慢慢回升，唔一定要戴冷帽啦，唔一定要戴手襪咯。然後開始到3月，跟住就慢慢暖啦，跟住就慢慢變春天啦。好啦，咁希望呢個 video 可以幫到想嚟韓國旅行嘅你哋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個 video 嘅話，幫我撳一個 like， 然之後分享晒俾你哋嘅朋友睇。仲有訂閱埋我個 channel 嘅話，每日10點都會有新片睇。多謝晒大家收睇呢個 video， 我哋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其實咩係 K-Live 咧，就係唔係真人表演啦，但係睇個 monitor 嘅話咧，就會覺得好似真係有個真人喺你面前表演咁樣咯。哇！concert 裏面呢，我上咗台同 Judy 一齊表演啊，佢對我唱情歌 ，Oh my god！